男人点外卖发现配送时间只需要2秒，在好奇心驱使下，他尝试着下单，没想到2秒钟后门铃果然响了。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。お届け物です。刚开始小帅还以为送错了，但打开包装果然是他点的汉堡套餐，他不禁怀疑这汉堡到底能吃吗？此时小帅的妻子小美走了过来，小帅刚准备阻拦，但小美拿起汉堡就啃了一口。小帅告诉了妻子这次奇幻的经历，但小美却根本不信，还说小帅在家里待久了，连时间观念都没有了。这时他发现化妆乳液用完了，小帅为了证明没有说谎，立马下单。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。お届け物です。这下小美也瞬间惊呆了，但仔细一想，那个送货员的身材那么哇塞，不会是小帅偷偷养的小情人吧？小帅只好继续下单证明自己，结果不管是卫生纸还是衣服鞋子，通通都只需要2秒送达。他们甚至还吃上了新西兰独有的牛排，在当地根本就没有这个品牌的餐馆。这下小美彻底信了，既然这个外卖平台这么神奇，两人准备测试一下它能配送的商品范围到底有多广。小美先输入了100万现金，软件竟然显示可以配送，只需要多付800日元的配送费。接着小美又输入了她去年弄丢的婚戒，发现竟然也可以配送，于是果断下单。2秒钟后婚戒就送了过来，上面还刻着2人的名字，确实是她弄丢的那枚。小美开心极了，赶忙下单3年前家里走失的狗狗。2秒钟后快递按时送达，可打开盒子一看，竟然是狗狗的骨灰，看来狗狗已经死了。小美不甘心，又输入5年前还活着的狗狗，软件竟然显示可以配送。2秒钟后，外卖员真的抱着狗狗来到了门外。接着小美又输入了聚宝盆，可软件显示无法配送，看来必须是真实存在的东西。小美是一名医院的护士，这天她的病人在焦急地翻找物品，经过询问得知，大爷想要找的东西是妻子留给他的手表，可仔细一想，那块手表已经在火灾中烧毁了。大爷不禁伤心地感叹：思い出は買い戻せないよ。这件事情让小美想起了死去的母亲，母亲生前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等到自己的婚礼。既然小狗都可以复活，那么让母亲复活也不是不可能吧。于是他在外卖平台输入5年前还健在的母亲。小帅觉得这样是不是有些不妥，但小美已下定决心，只要能见一面母亲，他愿意付出所有。可软件显示所需费用竟然高达1个多亿，他崩溃的不断点击着确认购买，但平台却显示着超出了他的支付能力，这让小美产生了强烈的愧疚感。要不是因为自己不够有钱，说不定就能让母亲复活了。于是他向小帅约定，以后他们再也不要使用这个外卖软件了。两人再次回归了平凡幸福的生活。这天两人约好了要看一场期待已久的演出，可小美因为医院加班并不能按时赶到，于是小帅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他再次打开了那个外卖软件，输入小美的名字，发现只需要支付800日元的配送费，于是他果断下单。结果2秒钟后，外卖员竟然通过任意门把小美带了过来。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。お届け物です。经过这次事件，小帅发现了一个规则，如果配送已经过世或者没有血缘关系的人，就要支付他一生所赚的钱的总额，相当于这个人一生的价值。但如果配送的是自己拥有的财产，就只需要付800日元的配送费，毕竟夫妻双方属于共同财产。有了这个发现之后，他们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小美下班后再也不用挤1个小时的地铁了，小帅在家下单直接2秒到家，两人外出旅游也只需要付1个人的交通费，只要1个人到达目的地后下单，花800日元配送费就能将另一半传送过来。小美想起了医院的大爷，于是把他失去的手表买回来送给了他，这让大爷非常感动。他们本以为生活可以一直这样幸福的走下去，没想到这天却发生了意外。这天是两人结婚3周年的纪念日，小帅做了满满1桌子菜等着小美回家，可小美却吃够了家里的粗茶淡饭，心想我在你心里就不配吃一顿法国大餐吗？两人各执一词发生了争执，小美心想今天你不同意也得同意，拿起手机就准备将小帅传送过来。然而小帅也有着同样的想法，拿起手机想把小美传送回家。两人打开手机同时下单，没想到竟然触发了系统的 bug， 两人同时被拉进一个虚无的空间，这里空无一物，只有密密麻麻的传送门，并且这些传送门根本无法打开。小帅拿起手机一看，瞬间松了口气，这里还有信号，根本不用慌，于是给好友打去电话，让他下载这个外卖软件，然后搜索自己的名字，这样就可以把它传送出去。可好友操作之后发现价格竟然高达2个多亿，这下小帅傻眼了，毕竟他又不是好友的财产。小美想到可以下单一个写着出去方法的纸条，但输入后发现竟然无法配送，这下两人彻底懵了。无奈之下，他们只能用仅剩的余额买了一些生活用品，而小帅也通过自学做起了电影解说，还起了个网名叫做阿毛电影。虽然这一行的收入不高，但总算能维持基本的生活。小帅除了能见到妻子小美，唯一能见到的外人就是那个外卖员。转眼间1年的时间浑浑噩噩过去了，两人的性格脾气也开始逐渐暴躁，即使再恩爱的夫妻，也抵不过如此狭小的空间以及时间的折磨。两人会因为一件很小的矛盾而激烈争吵。小帅抱怨现在家里都靠着他解说电影赚钱，
你一个整天啥事不干只玩手机的人，凭什么对我指手画脚？而小美则埋怨小帅赚的不够多，如果他能够赚到2亿，就能让朋友帮自己拉出这里。这样的话语直接刺痛了每一个辛苦赚钱的男人。小帅愤怒之下直接打了小美一巴掌，但1秒钟后他又开始后悔自己的冲动，赶忙给小美道歉。但小美此时已经对小帅彻底失望，她怎么都没想到曾经对她许下海誓山盟的男人，现在竟然变成了这般模样。小帅在电脑前不断回忆着曾经和小美之间那些美好的记忆，感叹爱情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残酷。突然间他想到了出去的办法，既然夫妻之间配送只需要支付配送费，那么他可以先和小美在网上办理离婚，然后再通过网络和别的女人结婚，就可以让那个女人用800日元将他传送出去，随后他再和女人离婚和小美复婚，这样就可以只花800日元将小美也传送出去。没想到小美听后并不同意，此刻她已经不信任小帅，担心只要自己同意离婚，小帅就会抛弃自己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小帅开始通过网络找各种女孩聊天，并说明了自己的目的。可他的撩妹技巧实在太弱，聊了1个月也没有一个女孩愿意跟他结婚。这天他像往常一样询问屋内的小美想吃什么，却迟迟得不到回复。他冲进房间一看，发现小美竟然消失不见了。小帅赶忙给小美打去电话，问她现在在哪里。小美的回答让他瞬间傻眼，原来医院的大爷是个大富豪，在之前的接触中爱上了小美，于是豪掷2个多亿将小美拉了出来。小帅说这样太好了，现在你只需要花800日元就能将我也拉出来了。可小美并没有答应他的请求，她拿着那张离婚协议书走进了民政局，她再也不想跟着小帅过苦日子了，已经决定要和富豪大爷结婚。小帅万万没想到曾经挚爱的女人会这样对待自己，突然间他的脑海中冒出一个邪恶的想法，他在外卖软件中输入小美的名字，手机显示配送的价格依然只要800日元，只要他按下确认按钮，小美就会被再次拉进这里。可内心的良知让他无法下手，然而就在他犹豫的瞬间，软件上订单的价格已从800日元涨到了2个多亿，看来小美已经和他办完了离婚，小帅彻底被抛弃在了这里。时间又浑浑噩噩过去了1年，现在的小帅已经满脸胡渣，精神也到了崩溃的边缘。就在他点完外卖，送餐员即将离开的时候，他抱住送餐员苦苦的哀求，只要能放他离开这里，他愿意做任何事情。没想到送餐员还真的回答了他，何でもする。外卖员告诉小帅，离开这里的方法只有一个。此时小美已经和富豪结婚，终于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奢华生活。她想买一幅世界名画挂在屋里，这对富豪来说根本就是小菜一碟。点击下单2秒钟后，门铃响了，小美打开房门。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。お届け物です。影片的最后让人细思极恐，小帅成为了众多外卖员中的一员，是不是每一个送餐员的诞生都代表着一次爱情的背叛呢？